表哥，说好的1万亩10万块的喷洒费，你现在就给我5000。哼，你不就按无人机遥控吗？这活隔壁二傻都能干，我给你5000都算多的了。1年前，我带着3个兄弟回乡和表哥一起创业，用无人机给村里的果园喷洒农药。表弟，回来干！我有地，你有机子，咱哥俩联手，全镇的果园都是咱的。我信了。我带着兄弟们背着沉重的锂电池，在接近40度的高温里翻山越岭。我们的无人机旋移，磨掉了一副又一副。为了抢凌晨4点的无风窗口期，大家就睡在皮卡车的货斗里，被蚊子咬得满身包。现在万亩果园喷完了，红蜘蛛压下去了。表哥打算用5000块钱把这3个月的玩命一笔勾销。阿莫，这是你喷洒1万亩果园的钱。表哥，咱们合同上签的是每亩地10块钱的技术服务费，1万亩应该是10万，这还不算农药成本的钱。林默，你不就按遥控器吗？哼，这活隔壁村二傻都能干。我给你5000，都是看在你跟我干了1年的份上。合同，阿莫，我的话就是合同。你那玩意儿叫啥？无人机？不就是个大玩具吗？我儿子在城里玩的那种，几百块钱一个。你就是在田埂上按遥控器，跟打游戏似的，风不吹日不晒，你还想拿10万？我这些地，药水是我配的，水是我的泵抽的，连路都是我修的。你按几下警戒按钮就拿5000块钱，不少了。我看着表哥那张油光水滑的脸，心里那根叫情分的弦断得干脆利落。我没生气，反而笑了。行，这就对了嘛，不亏是我表弟，就是懂事儿。表哥，钱我收了，但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。什么事儿？您家地里的红蜘蛛现在只是暂时压下去了。您为了省钱买的那批农药是3年前的过货时，而且配比不对。红蜘蛛这玩意儿，抗毒性进化的比病毒还快。如果您继续用这种土办法胡搞，最多半个月，它们就会卷土重来。到时候，这些大玩具可就救不了您的树了。阿莫，少在那儿吓唬我！哼，我种地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我有的是农药，有的是人。明天我就去城里买一打你这种大玩具，雇几个临时工，一天给100块，他们干的比你卖力。那就祝你的果园大丰收。莫哥，分了多少？5000。这混蛋，咱们这3个月费的电池钱都不止这个数。别嚷嚷，上车，回咱们的基地。莫哥，咱就这么认了？地里的虫子不讲人情，他们只讲药效。哼，刘大强以为他在省钱，其实他给自己的后路断了。咱们回基地，把那台坏掉的 R100拆了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跟他吵架。我们的基地是村里租的破旧厂房，桌子被我们拼在一起，上面摆满了电稻田、石簸箕和各种碳纤维零件。这里看起来像个废旧回收站，但我知道这里是全镇唯一有算法的地方。大壮，去镇上买箱泡面，再买2箱红牛，剩下的钱全部买成高倍率锂电池的电芯。莫哥，这点钱连买个好点的遥控器都不够啊！我没说话，打开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分布在全镇的卫星地图上。这是我这3个月偷偷做的病虫害监测模型。刘大强的万亩果园在地图上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深紫色，那是药害过量、土地酸化的标志。而在这些紫色中间，无数细小的白点正在疯狂跳动，那是红蜘蛛，它们正在刘大强那些昂贵的肥料堆里孕育着更强大的变种。大壮，去联系厂家，我们要那款攒重50升、带离心式雾化喷头的重型直爆机。不够的40万我来想办法。40万？莫哥，咱们现在连下一顿肉都吃不起，拿什么还？刘大强不是说按遥控器跟打游戏一样吗？哼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当游戏难度调到地狱级别的时候，他那些100块一天的临时工怎么接得住？我掏出手机，拉黑了刘大强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白天我
我们躲在基地里拆解机器，重写飞控代码。晚上带着自制的传感器，像幽灵一样在全镇的果园边徘徊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林默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回来骗了刘大强一笔钱，现在躲在破旧厂房里打游戏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默就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还没我那个雇来的临时工好使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那个破旧厂房里，3架巨型无人机的旋翼已经安装完毕，他们正在等待第一声蝉鸣过后的红色的灾难。时间就这样来到了7月初，凌晨3点，全镇的果园静悄悄的，但我闻到了一股极其小微的腐烂的味道，那是红蜘蛛大规模啃食叶片后，植物枝叶被氧化出的气味。远处刘大强的果园里，隐隐约约有微弱的灯光在闪烁，我知道那是他雇的人在喷药，但我看了一眼手中的监测终端，红色的报警信号已经连成了一片。那些红蜘蛛在刘大强劣质灭虫药的刺激下，已经完成了最后的羽化。莫哥，出事了！刘大强家炸了！炸了？哪台机器炸了？不是机器，是果园，红蜘蛛全翻出来了，漫山遍野都是红的，看着像着了火。走，看看去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我一天给你们100块，你们就给我喷这玩意儿！药水都快把树淋透了，虫子怎么还越喷越多？我走到一棵果树前，几只红蜘蛛层层叠叠，吐出的丝结成了厚厚的网，把整个叶片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叶片已经变成了灰白色。强哥，这药没用，这些虫子好像不怕药，喷上去它们还跳舞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哟，表弟回来了，怎么打游戏打累了，出来看我的热闹？看，我这儿请了几个人，几台机器，场面比你那时候大多了吧？我没理会刘大强的嘲讽，只是蹲下身，从包里拿出一个带有高清微距摄像头的终端，我把镜头对准叶片背部，屏幕上，红蜘蛛正在疯狂啃食。刘大强，你这些临时飞手只会在上面喷，红蜘蛛在叶子背面，你的无人机旋翼风场不够大，叶片翻不过来，药打不透，而且你用的这种灭虫药已经产生严重抗性。最关键的是，你的雾化面径太大了，像是在下雨，这种虫子得用微米级的烟雾封锁。少跟我整这些名词，我不懂什么雾化，我就知道这药是最贵的。林默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哼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行，你现在把你的机子拉来，只要你能把这些虫子给我弄死，我一天给你200，比这些临时工多1倍，够意思吧？表哥，我今天不是来接活的，我就是来看看您这100一天的临时工能不能帮你把虫害解决了。现在看来，你给的还是不够多。林默，你别得瑟，离了你，地球照样转。我这就去请专家，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技术。莫哥，咱干嘛还要理他？让他那些树烂死算了。大壮，看问题要看本质。刘大强的地不仅是他的，也是咱们村的地。如果让他这么胡搞，土地盐碱化严重了，以后谁也种不出东西。我们要做的不是看戏，是等待一个清场的机会。莫哥，你说他会来求咱们帮忙吗？他不会求我，他会求命。最多3天，红蜘蛛就会爆发第3代，到时候这些橘子树会像被火烧过一样，全干了。接下来的2天，刘大强真的请了专家。这种程度的红蜘蛛灾害，再加上土地严重的酸化，已经超出了常规植保的范畴，简直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。第3天傍晚，我正坐在基地内调试无人机，刘大强连滚带爬地冲进基地，跑到我面前坐在地上。阿莫，阿莫，你是我亲表弟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地吧！那1万亩地要是废了，我得赔死啊！
银行会收了我的房子的。哟，这不是刘老板吗？哼，怎么临时工不好用吗？阿莫，我错了，我老糊涂。你要多少钱都行，10万、20万我都给你，只要你能救活那些树。刘大强，现在的活不是钱能解决得了。您那地现在是大工程，工程费可贵得很。阿莫，你说，只要能保住这一茬果子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第一，运费、农药费、技术服务费，一口价30万。先打钱，后干活。第二，从今天起，你那个农药店关了，以后全镇的果冻用什么农药，怎么科学配备，得听我的。这不行，那是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。那你的果园就不重要吗？大壮，关门，咱们该睡觉了。明天还得去县里谈个大单子。别走，我答应，我全答应。刘大强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半天。5分钟后，我收到了30万的转账。刘大强，回去把那些临时飞手都叫走，别在地头碍事儿。2个小时后我会过去。2个小时？天完全黑了，你能看清树吗？我笑了笑，没理他。在他这种传统思维里，无人机喷药得靠肉眼看，但他不知道，在我的高精度定位系统面前，黑夜和白昼没有任何区别。大壮，叫醒兄弟们，把所有的锂电池全装车，把咱们配了1星期的那桶灭红蜘蛛的药搬上去。今晚，咱们要把全镇的红蜘蛛一次性清场。1号机起飞，航线导入东区1告50号样方。2号机准备，覆盖西区山坡。3号机跟我切入中央核心灾区。3架巨型无人机同时启动。我坐在皮卡车的货头里，面前摆着3块巨大的平板电脑，屏幕上高光谱监测系统生成的实时红外地图清晰可见，红蜘蛛密集的区域呈现出诡异的发光。离心喷头转速25000转。雾化冒镜15微米，风场增益最大，开喷。随着指令下达，黑色的天空中弥漫开一层淡淡薄雾。这不是普通的药物，在强力旋系风场的压制下，果树的叶片被整齐地翻开，药物像是有灵魂一样，绕过叶片正面，把那些藏在丝网下的红蜘蛛严密包裹。我以前见过的无人机喷药，那是洒水，而现在这阵仗应该叫降雾。莫哥，快看数据！屏幕上代表虫害亮度的白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熄灭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不停微调航线。别大意，红蜘蛛的卵还在，咱们的药剂里加了抑制羽化的激素。这一轮喷完，所有没孵化的卵都会绝育。喷洒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，我们耗尽了50组锂电池，兄弟们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每个人眼里都放着光。这是我们回乡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。红蜘蛛全死了，省里专家都说没救的灾难，竟然在4个小时的黑夜里被几个打游戏的年轻人给平了。刘大强，工程结束了，剩下的是土壤康复期。过2天我会派人来撒一些微量元素肥，把土地的碱性压一压。记住咱们的约定。表弟，以后这片地你说了算。走了，回基地补觉。刘大强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这片土地该换个活法了。莫哥，刘大强那个农药店真的就这么关了？那可是他的老地盘，镇上大半的农药种子都是他供应的。他不敢不关，这一场红蜘蛛之灾已经把他20年的威信砸了个稀碎。
大家发现他的农药不仅贵，还没用。这时候他如果还想在那儿硬挺，果农们是不会买账的。事实上，我预料的一点没错，刘大强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仅主动关了农资站，还亲自带着果农代表来到我们的基地，说是要搞个乡村植保合作社。阿莫，不，莫总，你看，大伙儿都来了，大家都想让你带个头，以后咱们这儿的果园都交给你。我看着周围神情各异的果农，有的是真心佩服，有的是心存怀疑，更多的是在观望。我走到中间，手里拿着平板电脑。各位乡亲，合作社可以搞，但我有个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不收地，也不收你们的抽成，我只做一件事儿，技术统管。以后你们买什么种子，施什么肥，必须经过我的监测。谁要是偷偷用那种劣质假农药坏了土地，我的无人机以后绝不进他的地头。听到了没？这是为了大家好。谁要是再乱用农药，不听阿莫的，谁就自己承担后果。我知道刘大强在打什么算盘，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变成我的代理人，但我并不在乎，只要技术标准握在我手上，他不过是个帮忙跑腿的管家。然而真正的挑战并没有因为红蜘蛛的灭绝而消失。莫哥，你看这个。各位果农朋友，别被那些所谓的黑科技无人机骗了，植保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出路是全产业链。我们金果物流正式入驻本地区，提供免费植保，条件只有一个，今年所有的果子必须低价签给我们公司。我眯起眼睛看着那个年轻人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是刘大强的亲侄子刘志远。免费植保？他拿什么免费？无人机维护不要钱，农药不要钱？他当然不在乎这点钱，他想要的是全镇果子的定价权。只要控制了销售渠道，他把果子的收购价压低2毛钱，所有的植保成本就全回来了。而且他还能把咱们辛苦调理好的高品质果子贴上他的牌子卖高价，这叫掠夺式服务。刘大强是在明面上投降，刘志远是在暗地里抄家。下午，刘志远的车队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镇子，清一色的新型植保无人机，气势很足。我们金果物流正式入驻本地区，为乡亲们提供免费植保。果农们动摇了，毕竟30万的服务费太贵，而免费2个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莫哥，咱们怎么办？刘大强不见了，发消息不回，打电话关机。如果大家都去签刘志远，咱们就完了。我看着窗外，刘志远的车队正在远处进行表演赛，几架保值无人机在空中跳舞，虽然喷得乱七八糟，但引得围观的乡亲们阵阵喝彩。让他喷！莫哥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刘志远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是劣质化肥，这种东西会让果子保质期变短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根本没处理土壤里的根腐病。根腐病？对，红蜘蛛只是表象，因为刘大强的土壤长期被侵蚀，导致果树根系虚弱。红蜘蛛退了，根腐病才是重中之重。我原本打算这周开始全镇进行土壤修复，现在刘志远来了，他为了省钱，绝对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的活。大壮，把咱们剩下的钱全部买入冷矿的租赁权。冷库？对，全县最大的那几个冷库，有多少租多少。刘志远想低价收果，那我就让他知道，果子熟了以后，如果没有冷库，他的保销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刘志远的车队在镇上闹腾了整整半个月，刘大强重新露面了。这次他跟在刘志远后面，满面春光。还是志远有本事，简简单单就为村里带回大生意。果农们因为不用交技术费，果子熟了还有人上门收，纷纷在刘志远的合同上按了手印。虽然收购价少了30%，但以前那是丰产不丰收，现在至少收入稳当。莫哥，咱们账面上就剩几千块生活费了，冷库那边预付了10万租金，接下来咱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别急，刘志远这是在盖空中楼阁，地基已经烂了。红蜘蛛灾害其实是土地给出的最后警告，大雨马上就要来了。大雨？气象台预报，今年最强的一波强降雨会在明晚到达，雨水一泡，根腐病会瞬间爆发，到时候全镇的果子都会在树上烂掉。大壮，关好窗户，把咱们的机器全部用防水布盖严，今晚谁也不准出去。晚上8点，雨准时落了下来，大雨下了整整1夜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开着皮卡车慢慢驶向果园，地头的景象惨不忍睹，果树的叶子开始大面积脱落，果子已经半数都烂了。志远，志远，你快来看啊，这果子怎么全烂了？不可能，我用的是最好的化肥，怎么会烂？这是病，这是大面积根腐病。专家呢？快联系专家！专家来不了，这种降雨量配合你的劣质化肥，在地温升高后大雨一泡，这地就是细菌的培养品。是你林默，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我搞鬼？刘志远，半个月前我就在大群里发过土壤改良方案，是你告诉大家那是骗人的智商税，是你带头把那些劣质化肥灌进这片土地的。志远，你得赔偿我们的损失，你合同里写了保产保销的。赔偿？这是天灾，合同里写了，不可抗力不赔。大家静一静，果子烂了，树还在，想救树的，想让明年的地还能种出东西的，现在开始把你们地里那些劣质化肥全扔了。我这里有土壤中和剂，不要钱，每家去基地领2桶。但我有一个要求，从现在起，金果物流在咱们镇的合同全部作废，所有的销售渠道由我来重新对接。林默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租不到冷库，你的果子半天就得烂透，而我手里有全县最大的冷库租赁权。你想玩全产业链，刘志远，你还嫩了点。当天下午，刘志远和刘大强就想带着车队偷偷溜走，结果镇上的果农把进山的路全给堵死。想走，把赔偿款结了。志远，你坑了我们全村，就这么拍屁股走人？而在我们的基地再次人声鼎沸，大壮忙着分发土壤中和剂，每发1桶都要详细交代用法。记住，千万别再掺刘志远那些劣质肥料，这药是给土地解毒的，先保树，只要树根不烂死，明年咱们还能翻身。大壮，还是你和阿莫有良心，以前是我们糊涂，被刘志远那小子灌了迷魂汤，以后我们只认你们的机子。莫哥，金果物流那边传出消息，刘志远不打算赔钱，他说这是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。这小子心真黑，他这是打算彻底赖掉。他想赖，得看这天答不答应。大壮，去通知那几个大的果品收购商，就说我林默手里还有一批精品果。精品果？莫哥，咱们地里的果子不也烂了吗？那是全镇最穷的几十户人家，他们的地在半山腰，刘志远的车队嫌路不好走，没去。加上他们没钱买化肥，一直用的是土办法。虽然产量低，但那些果子的根系是健康的，而且因为海拔高，雨水顺着山坡流了，没积水。那些果子才是真正的精品。刘志远灰头土脸地回到县城，第一时间就想找冷库。他跑遍了县里3个最大的冷库。对不起，刘总，我们的库位已经被林默先生签了死合同，全租光了。刘志远发疯一样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。我正忙着带山里那几十户把那些真正顶级的高山冰糖橘装箱。莫哥，这一笔单子咱们光抽整就赚了50万，咱们的植保机的成本终于赚回来了。我看着那些领到钱后泪流满面的山里乡亲，心里第一次有了种沉甸甸的成就感。而在县城的刘志远请来了一个所谓的老专家来镇上，搞了个技术听证会。他想证明根腐病的爆发是因为我之前的大工程破坏了生态平衡。消息传开，全镇哗然。刘大强也重新抖擞了精神，在镇上到处乱窜。我就说嘛，林默一个25岁的小娃娃能有什么真本事？现在报应来了吧？各位，专家已经看过了，土地酸化不是1、2天的事儿，但突然爆发根腐病，绝对是有人使用了劣质的肥料。大家说，除了林默，谁还有这种东西？台下响起一片议论声，有些人看向我的目光再次变得狐疑起来。哼，刘志远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全是嘲讽。林默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证据确凿，你就等着包吃包住吧。刘志远，既然请了专家，那咱们就请这位老专家看看果园的土壤检测报告吧。老专家看了检测报告，脸色瞬间变了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王老师，您是老前辈，您应该知道这份检测报告说的是什么。
您如果不说实话，等我公布土壤检测结果，您的职业生涯怕是也要到头了。刘志远，你给我的那些资料全是假的，你这心太黑了。围观的果农瞬间炸了锅，刘志远看情况不对想跑，却被果农们直接围了起来。最后刘志远被带走调查。后来刘大恒把别墅卖了，说是要还债。昔日全镇的头号人物，现在成了大家鄙夷唾弃的对象。这种对比很残酷，但很公平。莫哥，咱们赢了！全镇90%的果农都写了申请书，要求加入咱们的新农人技术服务社。赢了，大壮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要把这片被劣质肥料糟蹋了20年的土地养回来，起码要3年。再后来，我在村头的小河边见到了刘大强，他已经褪去了曾经的强势。阿莫，房子卖了，我准备去县里给人家看大门。我临走前就是想问问你，你当初说的那种算法到底是什么？我就弄不明白，我怎么就输给你几个打游戏的小娃娃？刘大强，您没输给算法，您输给了土地。您把土地当成提款机，想让它快速吐钱。这不叫种地，这叫抢劫。而我们把土地当成生命，算法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生命。您是在做生意，而我们是在做平衡。平衡，好一个平衡！我种地一辈子，竟然连这种道理都没明白，输的不冤，输的不冤。